2036年6月27日，推阵第一神探宁曼走收到一位名为推手发来的消息，两人相约在无可奈河边碉楼见面。但宁推探刚到不久，却被巡逻保安告知：啊，哎，推手跳楼而亡。推手，哎呀，这个腿折成这样，推手跳楼了。事情蹊跷。宁推探对此事进行一番调查问询。第一什么呢？有帮凶，机关一触发，他就从楼上跳下来了，注射了某种药物，导致他跳下去了，产生幻觉了。我眼睛里边出现了2个女人，我因为一直闪回这些画面，我就开始怀疑我的身体里面住着另外一个人。我很喜欢砍下别人的手指，然后做成一个项链。我爱上了那种什么呢？自残的感觉。发现4位嫌疑人均为推赛博精神病院的病人，且患有间歇性失忆的症状。经诊断，患者患上赛博精神病中，这个妄想、人格分裂、暴力倾向、自残。你们4位对推手这个人是没有杀人动机的，但4人对死者推手均没有杀人动机，反而是相互想要杀死对方。不对，哪有项链叫杀人？你有我的把柄啊！一定要给金嗓子爆头。你想杀我，就干掉他，就等于干掉爸爸了呀。他除了虐待孩子，他也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直播去给一些特殊的受众群体观看。我就决定我要去跟踪他，并且找到一个机会对他下手。随着事件的继续调查，众人发现机密档案储存器，得知几人的记忆短暂缺失是由脑机手术造成的。哦，承载者和搭载者，女儿芭比将成为父亲巴爸的脑机承载者。通过脑机分离术后，分离者将切分为工作人格和生活人格。科里体内将被安装感受提供器，而享用者体内将被安装感受享用器。他就接受到这个指令之后，他就必须要执行。而白噪音的档案却遭3楼重症患者盗取。众人决定前去3楼一探究竟。我们现在到的是个医院。打不过就加入呗。你叫的比他们声音还大啊？是吗？哦，抱歉。有灯吗？你个疯子！哎，可是这个床上好像没有人。白羊座，是你吗？白羊座，白羊座呢？白羊座，白羊座，我听到声音了。白羊座，你在哪儿？白羊座，你是白羊座吗？你不是白羊座，白羊座呢？白羊座，灯能开吗？是你来了吗？白羊座，你在哪儿？我怎么看不着你啊？白羊座，白羊座，白噪音，你终于来了，白噪音，白噪音，白噪音，啊，白噪音啊，你记得我吗？白噪音，是我，我们的好闺女白噪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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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没有你我都睡不着觉。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叫个什么？白噪音啊，它叫白羊座，白羊座。他的脑机重生协议书都在我这写着呢啊，白纸黑字的，白羊座呀。他是我的好homie白噪音啊，他的产品信息还在我这呢，对不对？你还记得吧？白噪音啊，
你有什么产品信息啊？那个他的档案都被我们删除了。不对，你又记错了。删除之后是我们人手一份，他们那个产品信息上的白羊座被划掉了，写的是白噪音。你到底是谁？我是白噪音。我就说他是我的好后面白噪音。你说你是白噪音？对，那不对呀，你怎么证明他是白噪音呢？我睡不着觉，都是你用你自己的人形哄睡哈基米功效治愈了我失眠的毛病，你忘了吗？对，他是我们推证哄睡大师，而且怎么下都不行。证明给我看，证明给我看。来，我哄你哥。怎么哄？请坐。好，人形哄睡哈基米。好看啊，全身放松。哇，你看厉害。还有一个可以证明我有哄睡的功力啊，就是因为这个手表，而且我经常用这款手表监测睡眠。你忘了？我的睡眠周报数据可好了，你看，这就是我昨天的数据，就是因为这个手表，非常的好啊。刚才他睡着了之后，都没怎么接话，他自己就醒了。你们换一个人向我证明。这样，那位哥哥坐着看着有点累了，你来试试。你满脸写着疲惫，脸都通红的。来，我们来床上。姜伟，床上。把我哄睡着。你看吧，这次我相信我的白噪音，哄睡之后怎么叫也叫不醒。我只能亮出我的真实本事了。你不会打我后脑勺吧？击打后脑，你直接晕过去吗？睡。你看睡着了，我就说它是我的白噪音，而且啊，我这个产品信息上也写了，你们可以看一下。白羊座都被划掉了，写的是白噪音啊。姓名白羊座，更名为白噪音，出厂日期2030年6月1号，服务对象柯壳，我姐，对，他就哄你姐睡觉嘛，服务对象嘛，服务对象2肖音，33年出，33年底服务了1年，然后呢，向静静，34年、35年，金嗓子，36年起出，检测记录，2032年底抹除记忆，修复使用痕迹，更改设置为顾家型产品，升级为人形哄睡哈基米哦。2033年底为产品做好爸爸手术，使产品可以为妻子生育孩子。2035年底抹去记忆，他记忆被抹去过，修复使用痕迹和生育痕迹，增加产品人性化服务功能。你这个躯体用了很多，我好惨，我只是个工具。后面，我知道你现在记忆出现了问题，这是你的脑机重生协议书。你看看上面的名字，你究竟是谁？我告诉你，他就是白羊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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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绝对就是白羊座。脑机重生协议书白羊座，他是白羊座啊。经家属同意，目前因脑出血而处于濒死状态的白羊座将从即日起开始被冷冻，以待投入推赛博科技公司的脑机重生项目中使用。待脑机重生技术成熟后，被动者将接受脑机接口手术，通过脑机接口植入人脑机重生芯片，可实现由芯片带动身体机能，如常人一般生活。届时只需家属交付手术及冷冻费用，即可将白羊座归还家属。注意，脑机重生技术无法保留濒死者曾经的记忆。家属签字蛇手座，签约时间是2018年，新增备注：家属已死亡，因长期无人缴纳冷冻费，协议书作废。白羊座从此归属推赛博公司，可成为提供定制服务的特殊商品，专属伴侣改造人。原来你只是个专属伴侣，你就是个商品。怪不得他每年35岁。对，我是伴侣机器人。你现在低我们一等。没错，为什么？我们每天在展览厅被人羞辱。在这个世界上，人是第1层，动物是第2层，植物是第3层，塑料是第4层，我们在最底层。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是人啊！你服从一下你的机器人法则好不好？
你都到这头了，我只能很难过。怎么可能？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东西都已经出来了嘛，对吧？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他又醒了。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您说。你们3个我有点印象，在哪儿见过我们？但是你们几个是2楼普通病房的呀，我之前可老看见你们在2楼乱涂乱抹的，下次再涂，叫上我一起呗。OK 了，墙上乱涂乱画我最喜欢了，啊，我先睡觉了，这挺晚了，现在老看见你们在2楼乱涂乱抹的。走，2楼，走吧。你看灯都开了。灯开了，你敢进去了？我什么时候怕过？一会儿2楼，让开，让开，让，别站前面挡谁呢？来，他们不会一会儿来追我们？不会。哇，我们的待遇就是好。看看你们的抽屉里，手眼。那上面有个箱子，在芭比的床下。这是你的吗？今天我们能不能好好搜一搜啊？我之前路2楼的时候，可老看见你在2楼上涂画。乱写乱画，你们喜欢乱写乱画，那好像你们没有画呀。看那个贴的纸后面呢，它一定是被遮住了。真的吗？没有。那个手电是那手电的问题吗？有可能啊。没有啊。在墙上乱涂乱画。架子，应该在这儿。这块墙我发现。来，哦，来，3、2。歌儿。哦，没了，就到这儿，到头了。就这一块。啊，把它一块撕下来。我不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为什么我一直有自杀的想法，就会被医护人员知晓，连自己都操控不了自己，我真是不配活着。他们怎么这么快知道我要自杀了？太奇怪了，死都死不了。原来曾经的矛盾都是误会，咱们的矛盾都是误会。不想被物化、工具化的我们，只能一起抱团取暖。2036年5月20日，我们成为了朋友。这是4个人写的，你们4个人写的嘛，对吧？对啊，这个意义不就是我们4个人是有，就我们对彼此的杀心都解决了吗？都明确了，而且，因为自己操控不了自己。对啊，难受啊，想死啊，想脱离苦海啊。对，活着也是被别人操控，想死也死不了。对，太奇怪了，死都死不了。那杀了这个推手，你们就能死了吗？不是，你们就能自由了吗？我们以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找出了一个人，让他去杀推手。OK。开了。
啊？你咋开的520，5月20号我们成为朋友的。有完全监控权，对的，所以。啊，开了。哇哦6月20号，白噪音，我真的坚持不住了。如果记忆能被删除，身体能被修复，就代表伤害不存在吗？被重生的人就该这样被他们所物化吗？芭比说：“我也是。他不在了，还能控制我？我在他眼里一直都是个提线木偶，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不如死了算了。”贺里说：“我更只是一个有钱人获取多巴胺的工具罢了。反正我之前直播存的钱也足够家人好好生活了。”科学家说：“可是朋友们，我们不是尝试过自杀吗？都失败了。我后来调查到，我们的体内植入了报警系统。为什么我一直有自杀的想法，就会被医护人员知晓？他们这么快知道我要自杀了。八自杀会影响父亲的权益，贺自杀会影响直播间金主的权益，我自杀就是影响公司的权益。白是机械改造人，在他们眼里更是属于公司的产品，所以我们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无法自杀。”贺里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互相帮助吧，杀了彼此，一起解脱。”芭比说：“够变态，我喜欢。”白噪音说：“能够让我彻底解脱就行，我们好好计划一下。”计划集体自杀，集体互杀。互杀，然后这是6月20号的，然后6月26号我们又聊天了。芭比说：“就按我们的计划执行。”贺里说：“明天我准备好锤子。”芭比说：“我准备好医疗铁箱。”白噪音说：“我准备好枕头。”科学家说：“我准备好注射器，搞到了一种忒利海毒素，打一针40分钟后就会死。”芭比说：“柯先给我注射毒药，白用枕头捂死柯，贺再锤死白，我再砸死贺。”绕口令，最后我因为毒药40分钟毒发死亡，完美。白噪音说：“太好了，希望我们下辈子都能掌握自己的人生。”科学家说：“朋友们，明天就是我们的解脱日了，谢谢你们最后一程的陪伴。”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为了拯救我们，还是所以他才杀了推？对，有这可能啊。他如果是要杀这个人推手来拯救我们的话，为什么还要先把彼此都杀掉了呢？咱们没有死啊，咱们4个现在是没有这个记忆，在这看这个之前嘛，对吧？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个人觉得，也许把他杀了，我们4个才能真正的解脱。对。我瞎说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牛，啊，到实验打针了，来，集合一下，集合一下，能不能展示出咱们推赛博精神病院的团体精神？我们要是不打呢？我给你加大剂量哦，我等会叫几个护士来一起按你。好。我们连死都不怕，难道还会怕你吗？来，展示出咱们精神病院的精神。报数，1、2、3、4、5。爸爸，是你？什么东西呀？你又来了。这是我爸，这是我爸。你还记得我吗？上次你在这里测视力的时候，我就站在这儿。你上次你站在这儿，对，就神神叨叨的，然后站那测出来，你说是2.0，然后你又退后了几步，在这儿测出来是1.5，最后你站到这儿的时候。1.2，哎，不对呀，怎么可能呢？啊，所以他也是有病的。你每次测完视力之后，你都会来捣鼓这个锁。
啊，这个锁的密码。对，2跟那个有关是吧？要不我教教你怎么测视力？好，来，怎么测？你就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一个就是1倍，伸出2个叠在一起，它就是双倍。爸爸，爸爸，你不要这样对我，不要打我，爸爸，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爸爸，爸爸，不要打我，不要这样。李焕哲，你又乱跑。就是一个病患，你天天在这假装护士，我看你真是病情加重了你。走，跟我上3楼。他。你们几个在病房好好待着啊。我们能去哪儿？你们的症状是因为得了赛博精神病才会这样。好好待着吧，待会儿会有人来打针的。你跟我走，我们回3楼。是这个，先解密码，解密码。他刚才这样，你把2个手这么蜷起来，就是你按照他这样看，你可以看其他的是不是会有别的数字啊？你来试嘛，来，我的哥哥，我在试啊。你现在试不到，能试到，快点。感觉跟数字解密有关。对啊，那你数学快看不出来啊。它很直观，我们解最简，先从最简单开始解嘛，1.2嘛，对吧？上是什么？如果是它上的话，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写个上，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1.5嘛，也就是横、上、右，是这样，是笔划来的吗？这是笔画的走向，原点啊，右下左上右，是个6的数字。OK， 来吧。Yes。好。第一个是6，第二个是左上右上左，第二个是2。621。开了，哇，真的开了！厉害！这解开了，掌声。上1啊，对。其实这里是忒赛博科技公司。什么？这是墙是吧？啥也没有。对啊。代表被封死了。有人跳进来了！有可能是什么呢？这个人未必从5楼下去。对，为什么呢？我今天从外边来的时候，我的确看了外边是有一排窗。我们看到的那个窗户，可能是从5楼下来的，但那个窗其实是6楼的窗户。你的意思是这2楼的窗户被封了，所以看不到这个窗户。我们看到5楼窗户其实是6楼的。对。忒赛博精神病院其实以前是这个忒赛博科技公司嘛，2018年的时候嘛。你爸来打开这个的意义干嘛呀，雷阳？爸，你把你爸召唤一下。2018，不是，我们有个盒子没打开过，对不对？哪个盒子？你搜到证据的盒子。忒赛博科技公司的一个盒子，里边有东西，但现在打不开，现在是有密码锁的。然后呢，那个盒子上正好这个被抹掉了。
2018，所以应该那个密码是2018，我去把那个盒子拿上来。好，小心啊！那你去哪？我不去，我又不是推他。在哪？我去吧。一楼。1是啊，我去吧，你找不到，我来。能找到。我得运，我得动。哥，你休息。好，那你去找，在我那个档案。好，再见。好了。啥玩意儿？进入电梯后按动此遥控器开关，可前往至6楼。6楼就是传说中的禁地。等一下，顶上还有个便签纸。没想到他竟然从建造这栋大楼、创立推赛博科技公司开始，隐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空间。如果不是我无意当中找到了这个遥控开关，我永远都不会发现这栋楼里竟然还有6楼。我一定要揭露他的阴谋。推手，他要接的阴谋是谁呢？我感觉是88的阴谋，对吧？有可能。那所以是88杀手。那个安保系统的封禁的位置是只有他办公室是吗？对。那有没有可能他的办公室坏死了，拖到6楼啪扔下来？可以啊。对啊。 6楼也许有个装置，定时给他扔下去。有可能。 6楼那就是办公室不是他的死亡地点。对，就有可能。对，有可能是控制他的地点。比如说，我给他一拳，给打晕了，然后把他背到6楼去。6楼才是案发现场。那我觉得是这样的，那咱们去趟6楼吧。有道理。走，出发。那怎么去6楼啊？ 遥控器嘛，进入电梯后，遥控器开关可前往6楼。你看，这电梯上，拜拜，夹他。这个电梯上，来，3、2、1，按了。哦，机关发现喽！看，哎。 电磁吸附处，简易研究手术台，在没有研究床放置的情况下，可以简易研究台运送、转移、放置。备注：研究台可通过电磁悬浮及维持平衡。若断电情况，电磁吸片一端将什么情况会产生断电？死人？什么死人？这老板一死，这个地方不就没停电吗？ 如果您不幸身亡，全楼内部断网断电，以确保核心设施停止运行。因为当时我们是同时在一起嘛，你们各位都有不在场证明。我认为可能是设置了一个机关，定时机关嘛，比如说到了这个时间，机关一触发，他就从楼上跳下来了。 当时我们是同时在一起嘛，你们各位都有在场证明。老板一死，这个地方停电了。断电情况，电磁吸片。哦，40分钟，注射40分钟后死亡嘛，毒药嘛。刚才你们聊那个画报里边的。对啊。科学家说，我准备好注射器，搞到了一种忒利海毒素，打一针40分钟后就会死。等一下，它这个正常是这样的。 它这个电磁这样式，尸体放在这儿，这面那个它有一个东西是，一停电，这个尸体直接顺着就下去了。每次开窗半小时后，自动回弹锁死。开窗记录：晚上53点开窗。什么53点啊？10点53开的窗，然后11点23关的，就是它直接连开半个小时嘛。那个杀人过程有了。 先把它迷晕，注射药之后，算好时间40分钟，怕他一死电一断，啪一掉，马上下去。爸爸的罪证，
爸爸的罪证。啊，从哪儿找的？哦，机关发现喽！看，哎，机关。这里有脑机接口，这里有脑机接口，这个。你再搜一搜吧，再搜一搜，搜完我们下去看，再找一找上面那些东西。来，今天我们不要错过任何的宝贵线索。锤子、注射器。作案过程有了。啊，这个枕头还是带血的。哦，拿着，都拿着。10点53的时候，窗户打开。他是几点死的？23点22分死的。现在是2036年6月27日晚上11点22分。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他尸体掉下去的时间。所以22点53分这个时间点就很重要，谁来开的窗？他的这个，窗户是23点回弹锁死，但这个尸体是23点死的，也就是他是算好时间的嘛？当然，对，23点死的，也就是减40嘛？对。18分钟60，拿下来我的镜头，50、42，22点42分注射的毒药，是吧？差不多。嗯，对，22点42分注射的毒药。走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哪儿？2楼，属于我们的。好地方。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吧，对吧？那一个一个来吧，一个一个来啊！哇，这床够硬的了。这床就没有褥子呀，就是一个板儿。所以你得躺在被子上。好了个枕头啊！哇，可以躺着推了今天是吧？你把被盖上一会儿，把袜子脱了，舒服。OK， 没问题。我真的5分钟，5分钟直接不信，我不信。你给我5分钟，我不信，来你来，好来。哎，这电脑磕过啊？什么意思？咋了？没电了。充电线。5楼有一个。那我们得回办公室呗。5楼办公桌旁边有一个。袜子脱了，舒服。OK， 没问题。办公桌地上，办公桌后面有一个插头。你们没有发现一个逻辑吗？是这个箱子上面也有血，看到没有？枕头上也有血。枕头，哎，枕头哪儿去了？枕头啊，在那。血那个是吧？对。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拿这箱子给它砸了？这个锤子上面有血呢。哦，锤子上面也有血啊。锤子是谁用的？我来看一下。柯给我注射毒药，白用枕头捂死柯，贺再锤死白，是贺的，就是他。我在砸死贺。
有一种可能是你们其实已经实施过这个东西了，已经死过了，死过了又活了。你嫌疑太大了，因为你的死法是用毒药死，所以你是跟他替换了，有一种可能吗？哟，怎么回事儿？你们两个病患怎么在这儿？我们来拿充电器。你怎么在这里啊？我当然能在这儿了。怎么了？刚刚保安让我来送尸检报告。哦，在哪里啊？这在哪儿啊？我当然能在这儿了。这在哪儿啊？啥意思？这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吗？尸检报告本来是要给一个姓林的侦探的。啊，我们一伙儿的。他在哪儿？他在那个楼下，我会送给他的。对，你放心吧，我们是一起的。充电器在哪儿？你们病好了吗？你们就给他。请你放心。那你们记得马上回病房，我先走了。好。你去哪儿，艾登呢？我们电梯一起走。2楼。我们记得，带你去见一下那个咱们的侦探。那就确定了，这个人啊，这个死者是你们4个人当中一个。这个死者？不，凶手啊。有人找你。他来给你送东西。林推探，你在这儿啊？哦，您说。我来送尸检报告的。哦，好的，谢谢你。拜拜。尸检报告推手的，死亡时间36年6月27日，经检验，死者推手多处骨折，脏器破裂，身上有多处外伤，头部重伤尤为严重，判断曾遭受过重击。此外，在死者左手臂处有一细小针眼，系生前曾被注射药物。针孔被注射了什么东西？血液分析结果，死者血液中含有推利害毒素和赛博迷庸了。最终死因原因为因推利害毒素毒发而死，所以他不是摔楼致死的，是那个毒药嘛？其实他那个毒药更好，因为它更能控制时间，明白？对吧？赛博迷庸了成分说明：赛博迷庸了强力迷药吸入后立即昏迷，昏迷1小时后可根据个人体质自然苏醒。偶有特殊体质，或可提前在1小时内清醒。推利害毒素成分说明：强力毒素紫色液体通过注射进入体内，潜伏期40分钟，毒发立即身亡，就是我说的那个东西吗？这有一些信息哦。来吧，读出来，我的哥哥。爸爸，脑机后台。我知道你发现了，你改造了办公室的安保系统，还把自己的生命体征连接了大楼电源。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底牌跟我斗？不如加入我。推手说，原本我以为你做的研究是为了人们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现在我才知道，你不过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从决定对抗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随时会死，但我会尽力阻止你。等会儿，前面是谁发给他的？我们某一个人的脑机后台，爸爸的吗？对，爸爸。但是爸爸是比推手先死的。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应该掌握在最优秀的人手里，推证只有在我的掌控下，才能发展得越来越好。推手说，你不过是个变态控制狂，你女儿都被你的极端控制欲逼疯了。他要我完全按着他的安排去生活、工作、吃饭，所有的一切都得听从他的安排。经诊断，患者患上赛博精神病中反社会人格病，
女儿，你凭什么觉得你是对的？掌握推着你做梦吧！蠢！你现在就跟当初的向静静一模一样。他被我随便操控了一个主播杀掉了，我甚至还顺便管教了那个主播的弟弟妹妹。就是有一天，当我意识清醒的时候，我是出现在了街上，我拿着一块板砖，面前是一个已经被我拍死的女人，30多岁，然后她的身上有张工牌是推赛博核心研究员向静静。我想用这些蝼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妈呀！人是目的而非工具，我一定要终结你的阴谋，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我不明不白的死了，一定会有推探来调查推赛博科技公司。你的阴谋持续不了多久了，一定会被揭发。脑机后台纯，我知道了一个有趣的互杀计划，我可以借助这个计划杀了你，你不想活的就去死吧。杀你还要跟你说一声，哈哈。还有那个语音备忘录呢，备忘录。推手说：“我发现6楼有大量未被使用的加密芯片。爸爸在给人安装脑机接口时，竟然没有安装加密芯片。没有了加密保护，爸爸就可以随意从后台登录那些人的大脑了。我要想办法终结他的阴谋。”推手说：“我总觉得身边的任何人都可能是爸爸，我得想办法尽快给没装加密芯片的人补装上芯片。”防止爸爸在众多脑机接口中随意跳转，从后台登录。就爸爸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爸爸不是可以成为任何人，是他可以操纵任何人。操纵任何人。就你背后嘛，背后有那个机器嘛。哦，这个。对。脑机接口，他说空盒子。哎，加密在这儿了。行了，看这个。我给自己体内植入了监测生命体征的芯片，连接着办公室的安保系统以及整栋大楼的电源。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一旦我在办公室遇害，办公室门窗就会被锁住，整个大楼也会立刻断电1分钟。杀害我的人，谁也别想跑出去，这样至少能多一分顺藤摸瓜揪出他的可能性。全楼内部断网断电，以确保核心设施停止运行，阻止他人窃取、转移机密文件。我已经被你做过脑机手术的人补安装了加密芯片，只剩下你现在用的这4个没来得及安装。晚上我还约了推证排行榜第1的推探来谈事儿，我会把我调查到的事情都告诉他。你逃不掉的。未知声音来源纯，总有一天还是能实现我的理想啊！好晕。那就是说，我们4个人是没有被装那个加密芯片的，其他的机器人都被安装了，爸爸控制不了了。所以我们5个里有1个人是爸爸。就是爸爸杀的呗。啊，爸爸杀的呗。爸爸杀的什么？对啊。爸爸杀的推手啊。对啊。没有，这有个 U 盘嘛？脑机使用记录终端系统，来插上。脑机使用说明。常规脑机技术总共有4种方式：脑机搭载、分离、重生和共享技术。非常规脑机技术，后台登录。可通过脑机后台入侵未安装加密芯片的任何脑机手术者，被登录者毫无意识和记忆。作为登录者的工具傀儡被操控行为，如遇登录者昏迷、死亡等非正常情况，登录者会被强制离线。就是被登录者是我们吗？对吧？登录者是爸爸。还有什么？还有一个。9点49后台登录，51切入无意识强制离线。等一下，后台登录，你看49登录了，登录谁先去的嘛？刚是。贺是9点50嘛，第一个50嘛。你是被登录之后，你第一个登录了啊？啊，登录你进去了。我第一个啊。 9点50的时候，贺礼进电梯了。3分钟之后，白噪音进电梯了。56分的时候，科学家进电梯了。59的时候，芭比进电梯了。
然后呢，第二个是白嘛，后台登录了。我是几点？你是53，也就是52登录，53进，54一进去瞬间倒下。然后呢，这个是56是磕嘛，然后磕56进去了之后，然后昏迷倒下。 59是8进的，他59进去了，最后是22点40分的时候又登录了一个人，40分后台登的录，然后他去拿了毒药去注射到了那个谁啊推手的身体里边。这个应该是去开窗的吧？他得先注射开窗半个小时，它就会自动关闭，所以开窗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我们关在上面看得到。 23点13还是23之前肯定是，其实这个步骤都一次性做完，先后都无所谓。行，那咱们拿东西去5楼吧，那个地方稍微舒服一点。好。那现在是不是说出一个理论啊？就是其实是爸爸杀的人嘛，对吧？对。去一趟那个1楼，你可以把那个盒子拿来。 啊，5楼啊，5楼。那这个票该怎么投呢？还没盘呢，没盘着急，你怎么那么急？想投票？你怎么那么急？我来，走，跟我来。Killer first。来，我们中间吧，来。我们今天的盘算时间。 从现在开始，其实就是什么呢？谁有这个杀人的能力嘛，就是能够做这件事儿嘛。爸爸，刚才你们不是提了个理论，我才听懂吗？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飞跃你们4个人的思维里面嘛。对啊，就他可以操控我们。对，操控你们去杀的嘛。有个凶手是爸爸是吧？耶。那我们结束了吧？就找他就。就是幕后凶手是他，就是实质操作者嘛。咱们现在要找的是，那就是刚才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这电脑里有一条是什么呢？脑机使用记录，也就是说，1、2、3、4，一共登录了5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登录是爸爸进入了这个某一个人的意识里吧，对吧？10点40的时候，这个人醒过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你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有4样凶器嘛，枕头、锤子、盒子、毒药。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东西呢，首先呢有一个点是这样的：爸爸，他进入了你的意识以后，你手里拿的兵器是什么？我拿的是枕头，对不对？所以也就是你的兵器是枕头，你的兵器应该是这个箱子，对吧？你用这个箱子砸的。那你的兵器呢是这个锤子，你是拿的毒针。 OK， 你们4个人一人揣着个兵器，你拿个枕头上电梯了。进去之后呢，比如说我是这个推手坐在这儿，你一进来，一枕头蒙在这儿，蒙在这儿之后呢，我是推手，我用这个戒指控制这个迷箱，一放你就晕了。这基本是这个逻辑啊。意思我们一人给了一下，给了推手一下，对，没走晕了。那晕不晕不重要，反正一人给了一下嘛。 打个比方是这样啊，谁是鹤第一个来的，拿着锤子进来了，你锤子进来给我一锤子。对，这个过程呢挺搞笑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排着队进来，我先进来，你进来干什么？对，我可能没致命，摁一下，啊，然后就被他迷晕了，我就倒在这儿了。然后下一个是干啥的？第二个是白拿枕头进来了，我还在那晕呢，我不行，我刚挨了一锤子。又来一个，这个意思，我一摁，晕了，晕一个，又晕了，有血了。然后呢，对你躺地上了，你进来了，直接拿了个箱子就要去砸死他，然后一箱子砸了后脑。这推手也太惨了，真的挨了4下。他那个尸检报告上说，已经说过了，这个死前有被重创过头部的痕迹嘛？有，完全有。是的。所以呢，那就是你是最后进来的，磕进来之后，应该是这个毒针没打，为啥呢？肯定没打。他如果死了，提前死了，这个东西就会提前封闭。毒针只有40分钟。对。那你进来干嘛来了？他没插上呗，就是。
他刚要讲呀，其实晕了，就晕了。咱们前面干了这么多下都没给他干倒啊，就这么猛，他就是猛，很猛，强壮，推手嘛，很猛。然后最后是扒进来的，然后进来给他一个袭击后脑，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下给打晕了。这一下子挺狠，肯定是晕了。然后呢，在22点40的时候，你们4个人当中有一个人醒过来了，这个是最关键的。开窗的几点开的？这里自动回弹窗，6月27日开窗记录是在10点53的时候窗户打开，也就是说这个凶手在10点42的时候注射了这个毒素，也就是40醒了，起来2分钟之内给注射了，然后呢去开窗，把尸体搬到上面，大概用了11分钟，做了这个所有的一切，这就是作案过程啊，所以就是10点40醒的这个人就是凶手。那真正的凶手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来讲理由说。没有，开玩笑，我们随便指一下。好，就这样指一下，对，指一下他。但是这个人确实需要满足一个条件，这个迷晕了的药效是1个小时。谁身体好，1个小时之内也能起来。他也不是，就是反正特殊体质啊，所以就是说，在这迷晕的1个小时之内，有一个人提前了可能20分钟或者是什么时候提前醒来了，所以这个爸爸才能够2次登陆他的身体去打这一针，对不对？没错。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我。哦，你还吃保健瓜子？能量瓜子？什么叫保健瓜子？能量瓜子是不是？能量瓜子是不是？不是，就是保健瓜子。你还吃能量瓜子？能量瓜子是不是？你说你的能量瓜子用来干嘛了？平时为什么要吃那个？我为了打起精神来，我就吃能量瓜子啊。所以我是感觉这什么能量瓜子是有点那个的。谁知道你什么伤心欲绝吃能量瓜子有没有助于你的身体变得更强壮呢？你这么说听起来很有道理。这么简单吗？都自我怀疑了，不要自我怀疑，坚持你的想法。哎，八爷，八爸的茶。八爷，八爸的茶怎么了？他一直在喝八爸的茶。那个特调的茶呢，就跟他爸爸以前喝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八爸的茶是特调身体的。哦，是有这个道理在里面的。对啊，你身体比一般人好。但是有一个逻辑，我觉得他有个逻辑是这样的。啥逻辑？他比如说他是10点给了一门箱子，然后呢，他用了40分钟醒过来了。哦，我知道怎么算了，就是我们按每一个人的上电梯时间，你算谁的时间是最长的。不是，你不能这么算，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比如说我第一个进来哈，我比他最后一个晚了10分钟，那他被晕的时候，我也被再次晕了呀。什么叫你也被再次晕了呀？他意思是说他躺在这儿的时候，在昏迷的时候又闻了一次那个，对啊，迷晕了。那个就是再重置你的那个昏迷时间呗。当然，这才我们4个人才会平等。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这个房间里就堆了4个人？当然。哎，我觉得是有这个逻辑在里面了，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确实在这儿啊，你确实就在这儿。你要按照你那个算，那我肯定是凶手，我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啊，有道理。哎，等等，你们有没有忽略一个问题？爸爸是通过入侵到他的肉体，控制他去杀的凶手啊，杀的那个受害人嘛？没错。那有没有可能，我今天玩了1天了，这个人一直是爸爸？有可能啊。如果这个可能性存在，那爸爸一定得非常了解这个人。他得让我们看不出，他得非常了解这个人的前世今生。我觉得你说这个是胡说八道。啊？算了，投票吧。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一直是88。Why？ 因为你有你的记忆，他就算了解任何人，也不可能了解你的全部的所有的故事线。你有啊，有一个人可以啊，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啊，他是他女儿啊。你不觉得这样太简单了吗？他爸
因为他是他爸，所以他是嫌疑最大。对，这就玩了一个反向逆向思维。你冷静一点，你真的冷静一点，多看看他。他我也挺怀疑的。你怀疑他干啥？咋他能是 X 啊，哥？他还能不是 X 吗？他肯定是啊。为什么我肯定是啊？今天就你一个侦探，你再不是 X 凶手，2v3怎么玩？你告诉我。那1v4怎么玩？1v4更容易，你们会更误会我，这就是一个逻辑。不，我刚刚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是这样的，就是那你其实如果按照贺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那这个凶手就是这个凶手是八爸嘛，对吧？打引号对吧？是这个八爸，就是他呀啊！他既然知道这个人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迷晕1个小时，那他怎么确定这个人会在中间就能醒过来？无论谁醒都可以。你醒了用你杀，他醒了用他杀，他醒用他杀，他醒用他杀。那他怎么就确定我们其中4个人就有1个人会醒来呢？不醒也没关系。不行没关系，比如1个小时之后醒，我也要杀了他；2个小时之后醒，我也要杀了他。所以你们4个是在证据上是都具备犯案条件的，没有排不出一个人。对，没错，是排不出来。哥，就算咱找不到最后真凶是谁，都要投他，都要投他。因为是他爸呀，负债女还嘛，啊。对，其实。他爸对于你们实行这个事儿不在乎你们是谁。哎，但你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最久，比我还久。他虽然是我爸，但是你是白羊座。没错。你从18年你就在这儿了。没错。哎，还有，首先我们4个是不是都是机器人啊？不是。不，只有他是机器人。 No， 跟机器人没关系，是脑接口。那好，来，那你继续往下听。你看，它这个上面有一个检修记录。那么在2032年底的时候，修复了它使用的痕迹，升级为人形哄睡卡基米。在2033年的时候呢，它又被修复了使用痕迹，再次做了一次升级。在2035年的时候，又修复了使用痕迹和生育痕迹，增加了产品人性化服务功能。然后呢，我想说的点就是它不断的这几年在被更新，所以有没有可能它的体质是比我们更新的？没有，那不存在。这个只能告诉你一个逻辑，就是对应了他的那封诊断书。你为什么又在护着他？我说的是公平的东西，不重要。我说的是公平的东西。他这几个东西是为了解释他那个为什么是5年前35岁。对，是这才是好长官。对，这是一个逻辑嘛。但是我们都是相同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一样。我说就是你的身体确实有经历过改造，这是事实发生过的事情啊。我肯定经历过改造啊。那不就得了吗？为什么会和他的体质没有关系呢？既然他的身体受到过物理上面的改造，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他，是因为有茶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因为只有爸爸知道这个茶喝了可能会对这个造成一些抵抗力。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只能觉得是他。你的意思是说，爸爸对一个人的身体足够了解？也不对，谁身体了不了解不，但是他了解的是，只要喝了我这个茶，那个茶的功效是什么？我们看一眼。强身健体。那既然是强身健体，那推健康能量补给的瓜子呢？不也一样是可以强身健体啊？而且推健康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是，哪里有推健康这地方呢？但是爸爸不知道我要吃这个的呀。他怎么不知道的？你按他的逻辑来说，他上帝视角，他什么都知道。你从18年你就在这里了？我1个月前才开始吃的呀，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是1个月前吗？对呀，1个月前。因为你可以说谎吗？我真服了。那你投我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了。如果说按照你刚刚那逻辑，如果说上面这个人他知道有一个人能早起来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他，啊，就因为茶，没有别的，就因为茶。知道这个茶。那我反过来说，在你身上不是一样的吗？你不管是知道我吃这个瓜子，吃瓜子也好，还是我改造你的身体也好，也可以，我俩可以没问题。那这个你们两个是也是对等的呀？啊，没问题啊，对不对？站在我的角度来，那我就投他嘛。哎，
可以提早把自己的那些脑子给植入到那个人里面，提早更新。从2018年开始有了这个研究的时候，就可以更新到这个死掉的人身上。哎，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是什么呢？啊，现在就是这样的呀，所以他才能进入你们4个人，控制你们4个人嘛。还有个逻辑是你不要老强调2018会误导你的，我跟你说，是因为它是在2030年才被使用的，也就是它是2030年被创造出来的。你今天看我就真输了，我跟你说，所以它是2030年被创造出来的，你2018这个数字是不重要的，你相信我。我觉得突破口只有他这儿。他是谁的 X？ 是不是你的 X 神？一句话都没怼过你。啊？你是没什么。确诊为赛博精神疾病中的妄想症。我为什么每年都35岁？是不是？是啊，你患下过4段婚姻。你要找什么？我帮你找。推探。没事。推探你到底谁的 X？ 我今天真不是 X， 你信我。破局之路靠你了，来说吧。破局之路靠我呀。对。你要找他。哎呀，找到了。你要等他，不着急，等他弄一下，看看我们爸比有什么新的一个灵光一现，我们等。哎，你的这个火龙果公司是你真正上班的公司吗？完了，他咬死我不放。对，是我上班的公司。就是我成为了一个服务机器人之后呢，不是。你不是在这里上班啊？不是。就我上大学在那个推佛嘛，然后出来公司就在那个火龙果。哪一年啊？不是，其实我跟你说，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他们的记忆是被植入的，因为你的记忆不停地被抹去嘛。不要怀疑我，你白怀疑。我想说一个逻辑是什么呢？今天发生在这儿的所有的一切是意外。就打个比方，如果我是88，我控制了他，谁第一个来的，我控制了他，我相信我一锤子就能给打死，我一定相信我一锤子给打死，所以我没有考虑过谁身体好能提前醒的这件事，我不会提前想。不，他选择我们4个人来干，他就肯定知道这个人有迷用了这个东西嘛。他不知道，他肯定知道，而且他首先知道我们自杀的这个，没错，自杀的这个计划，然后刚好他知道了自杀计划，他通过那个计划知道你们有这4样东西而已。不是，他之前不是有一个说是他对跟那个谁的对话吗？他那个电脑上面写了，说我得知了一个群杀计划，我要利用这个群杀计划杀掉你，会很有意思，什么。那打个比方，那我现在给他一锤子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性是什么？目的性保险，他不一定能一个人上去能杀死啊。那如果这一锤子他死了呢？那就 game over 了呗。OK 了。对呀，所以啊，就是每个人都是他的目的来到这个房间一定是杀，而不是合杀。比如说比如说他先进来，你先进来，一锤子一枕头，2人死，他死了，那他俩就不用来了呀。也就是意味着他并不知道你们谁会先行。对。爸今天杀推手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是他这2天一直在网络上跟他就是互喷。说啊，我要杀了你，我要弄你，不行，你杀不了我，我要保护着你，弄我弄你，我就是这样啪一直喷，然后到最后的时候，爸着急了，就说：“纯，我知道了一个有趣的互杀计划，我可以借助这个计划杀了你，你不想活那就去死吧。”好，这个时候推手看到这个消息啊，完了，他知道他要来了，然后推手就开始做一些保护措施，给所有的这些做过脑机手术的人装上了加密芯片。这个加密芯片是干嘛呢？就是防止爸在异地登录他们的大脑来操控他们。但是没来得及装我们4个，所以就剩下这4个在今天爸还能用。爸就着急了，说那完了，都装上了，这4个我再不用，到最后就没得用了，就杀不了你了。然后就在今天，因为晚上他就要来了。一定要在他来之前把推手给杀掉，但是他依次上来之后，比如说我先操控了
第一个上来的是他嘛，对不对？上来他啪一锤子晕了啊，完了没杀掉怎么办？赶紧还有一个可以用，然后再上来啊又晕了啊，我怎么办？还有一个可以用啊，都晕了，完了要失败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醒了，对啊，他在操控了这个人去把他杀了，所以今天八爸差点没有杀掉推手，这个醒来的人也是意外。对呀，我一直说这个逻辑啊，就是不会说预知了你们3个人都不成功，他第4个来。不，等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的醒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八爸也没有能力能够预知到他会醒来，但是这依旧不可以改变一点，就是谁的身体更好，谁就可以先醒来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客观条件。那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盘谁的身体更好，是有这个道理的。好，行，可以继续可以按照那个思路往下推，我觉得。好的，谁的身体更好？咱们俩就没啥。说实话，你的身体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因为你自残。这个不直接，他那个才直接，他喝药。这2个都直接，对啊，这2个都非常直接。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呢？因为她是他女儿，你明白吗？我如果是八爸，就是走亲情情感路线是吧？对，就是即便他醒来了，我有可能都不会让他下手。但是这个就是我的，只能就是判断方向，你明白吗？我相信是有情感的，但只不过是方法方式可能有一些问题。没错，就是目前为止可能比较有身体条件的2个人，对不对？一个是强身健体的茶，好，还有一个就是改造身体的他，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具备呢？你每天工作，你是工作狂啊！你现在此时此刻还是工作狂，有一点。他是工作狂，你有自残行为啊！你这个话的意思应该是他命硬，我命硬，不是说我俩身体倍儿棒。你明白吗？因为我们2个饱受摧残。不是，你要是按照你的这个说法，那应该是这个逻辑，你明白吗？我们在聊事实依据，有出现的字句说他喝过茶，有出现的字句说他改造过身体。不是，他有一个逻辑，他说的并不是说身体好3个字，对吧？他说的是特殊体质，这个特殊体质可能跟身体好没关系。那，比如说我是抗药性比较强，我酒精不过敏之类的，这种叫特殊体质嘛？那就是我呗，特殊癖好、特殊体质呗。如果有关键性证据是什么东西呢？什么能证明这个人杀了人呢？从我们刚才盘时间线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就是第1针我是打不下去的，对吧？那么第2针是谁打的？所有人依旧是相疼的。哎，那根针在吗？凶器针在这儿。哒啦！你要拿去验一下指纹是吗？看不出来个啥的。看红色的药啊，是紫红，不是红。对啊，所以那就是看谁身上有红色的就行了。为啥看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红色？毒药嘛，毒药是红色的。这意思撒他身上看不出来是吗？万一没有撒上呢？那就是看我那个瓜子到底是什么功效，它那个茶什么功效？不是，你别局限在这里边了。有可能和他就是后续登录的那个有关，就他现在还是被登录状态嘛。那从科你怀疑谁吗？我怀疑白爱。你怀疑白，你呢？如果我要选，我会选他。为啥？因为你俩都不像。我看他的反应，他今天没怼过他一句话。也可以，清奇的思路。我想投他，我突然为什么呀？你看他为什么呀？你还想投他吗？为什么？为什么呀？我就想炸一下，你投谁？我投我自己。你投给自己，你蒙一个都可能得到一个钥匙。他如果投自己，可能凶手和好人还是5-5开的胜率，因为凶手平票是输的，所以如果他投自己，我们是2打2。假设有 X 的情况下，投票吧。真凶人选，芭比，其实是被控制了，利用互杀计划然后伪造跳楼自杀假象。
就是觉得它作为机器人，它的可能，功能性会比较多。我选择的真凶呢是，其实很难选啦。那如果是白噪音跟芭比之间的话，我还是选。我是科学家，今天凶手就是巴爸嘛。为了不让推手曝光他所有的秘密，停止他的这个恶性统治，就要杀掉这个推手。我的真凶人选是，那今天的这一票呢，投给拜拜。怎么样？害什么害啊？这戏让我也很那个什么，很痛苦，是吗？对。开始推理吧第2季第9案，推震2048惊梦娃娃馆告一段落。各位已经完成9个案件。那么今天的投票结果怎么样呢？接下来将公布各位的投票结果。本次案件的嫌疑人有芭比、白噪音、科学家、贺礼4人。在4位玩家中，大家锁定的凶手有2位。你们2位，白噪音和芭比吧，应该有人投你。不是我。我相信你们会相信我。当时让我们相信谁了？你当时没有说你要投谁啊？你想相信你？获得票数的嫌疑人是白噪音、芭比。你很有嫌疑。其中有1位玩家获得了4票。无语啊，无语。获得4票的玩家是白噪音。昏头。他可以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身体，是他的一个特殊体质，所以这一票投给了白噪音。我还是选白噪音吧，他身体可能会比较强壮一点，可能会醒得比较早。我投的是白噪音，就是觉得它作为机器人，它的可能，功能性会比较多。这种强大的人让我害怕。今天我的真凶人选是白噪音，可能我觉得他身体会比较好吧。对。你们3个昏头之人。昏头之人，哥你一顿保我，最后投给了我，真的很伤人，你知道吗？哥很伤人了，你知道吗？因为没人投了，只能投你。好，别伤了感情，别伤了感情。好。那么究竟大家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呢？你呀？不是，我说真是他。我不知道他在笑。你为什么在笑啊？你怎么了？听吗？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和高兴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当凶手没有被投到，也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憋不住的是吧？对，就是感觉很开心。真是你啊！真是你。完了。真是你啊！他好开心啊！压不住了，嘴角。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我天，嘴角压不住了。不要轻易相信吗？那么本次案件锁凶失败。好。什么？
什么意思啊？我们输了呀。他不是凶手啊！等一下，不是啊，等一下，啊，他不是凶手吗？不是吧？等一下，我们先听啊，等一下。完了，炸裂了！第9期给你脑细胞 CPU 烧了。真正的凶手是？在公布真正的凶手之前，我们先公布本次案件是否存在 X。哎呀，老天爷呀！就我一个人吗？本次案件存在 X。那个不好意思，我是这一集的 X， 所以呢，我知道白不是这个凶手，所以没办法，兄弟，只能给你扔出去了。下次有机会我们再一块破案，这次帮不了你了。那么本次案件真正的凶手是谁呢？请 X 走向他。不是我，哥，真的不是我。承认没事，都事到如今了，都事到如今了，拉倒吧。事到如今了都。哥，你再次辜负了我。真的不是我，我服了。不是我说了，别伤感情嘛。你看他那个样，是不是他？真正的凶手是凶手贺礼。无语。我就说不是我，哇！谢谢大家。是这样的，这一案确实很难，很难。无语，很难，因为你俩嫌疑大。来，哥来，你说他身体哪儿好？来，你说。啊！我要知道，我也不会投错了。我说了，我说他天天自残，然后他保了他。他自残，他还能活到今天，不是他命硬，而是他体质就是好。我当时提示这个理念。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是那个我直播的项目。对，他可以做好多事儿。我可以唱3天3夜的歌，我可以连续吃15天的鸡腿，这是身体好的一个原因。好，身体好。这个是一直盯着他，我一直在告诉你不要盯着他了。对啊，你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呢？因为你的那个18年什么死亡，然后什么的，也是一个方向了。哎，我刚才还替他的就说，我说你看他样子像凶手吗？你看他为什么呀？你还想投他吗？为什么？为什么呀？对啊，你还救了他一马。对，我真服了，我为什么可以。那么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就是，在贺礼直播专用的 GoPro 上，有一个写着直播专用的标签，标签上面沾上了和毒液颜色一样的液体，这个证据就直接指向了真正的凶手。我一直在暗示你们，你知道吗？凶器，血。如果有关键性证据是什么东西呢？什么能证明这个人杀了人呢？哎，那根针在吗？凶器针在这儿。到了。OK， 你要拿去验一下指纹是吗？看不出来个啥的。看红色的药啊，是紫红，不是红。对啊，所以那就是看谁身上有红色的就行了。为啥看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红色？因为毒药嘛，毒药是红色的。这意思撒他身上看不出来是吗？万一没有撒上呢？身上有血吗？被我藏在了这儿，这是我直播上的标签。藏在哪里了？藏在了凳子后边。但是其实从逻辑上还有一点是他第一个进来的，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个醒来。当时我排他的那个逻辑的时候，我就想给他排出来，但是他后来说了一个理论给我排，给我击倒了，就是循环吸入。不是因为今天的案件很特殊，我一开始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凶手的。
23年，也就是减40，减40嘛。对，22.42分注射了毒药。尸检报告，最终死因推力氦毒素毒发而死。推力氦毒素成分说明：强力毒素紫色液体通过注射进入体内，潜伏期40分钟，毒发立即身亡。强力毒素紫色液体，我跟他说正常推理的什么。我一开始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凶手的，是后来听到那个验尸报告的时候，他是被针所致命的嘛，所以我就想到了我的那个设备上面“直播专用”4个字上面是红色的东西。好。哎，但他果然是 X， 你刚才生气了。我说了，所以我跟你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去用那个玩法去衡量我没有用，因为你每次都这样说，算了，拉倒吧，就这样吧。完了，真的最后一期崩了。就这样吧。接下来开始颁发金钥匙。金钥匙。是谁给？你给吧，你造的孽。哦，谢谢。谢谢妹妹。今天我属于蹭车，我其实没出什么力，到最后我也没有保他也，纯咱们3个砍起来了，你们俩砍起来了，对，主要是我俩砍起来了。对，因为就那个茶和那个能量瓜子儿，你啥也没吃，你身体还这么好，哎，我当初就该把你给杀了，你就人那么坏，你还杀那么多人，算了。当了个工具人还把你开心呢，赢了他，真是瞧不起。哎，不是刚才说你们所措的时候，我自己都吓死了，我以为真的是我。所以这案很难，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预期，说我是凶手，我要藏着点什么的，就我一个 X 需要藏一藏而已。但没想到白宇保了我，我很感动，很伤心，很难过，很受伤。后来其实没想投你，我寻思就会投他嘛。可是你最后的选择是就砰就给我就投了，很伤心。都一样，你看咱俩投他，我们都一样的情况下都把我投了没有更伤心了。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我真是无语住了我。因为我骗了那个我妹2次，希望你开心，下次还来嘛。我很开心啊！哎呀。哇，这么多帅哥啊！你好。你好。你们有看见我弟弟吗？你弟弟是谁啊？你弟弟谁啊？弟弟，我是你姐姐，你记得我吗？我以前有个姐姐叫柯可。哦，柯可，那个柯可，我是柯可。哎，我以前的这个姐姐呢，和他在一起，工作那个人格接触了他嘛，然后觉得他不好嘛，所以跟他离婚了嘛。对，但是我姐消失了，我姐不知道在哪里。我找你好久，终于找到你了。你去哪里了？我去了堆桃园，因为我搬去了堆桃园。然后那儿的风景呢特别漂亮，就像我设计的游戏原画一样。相信另外一个我也能灵感满满，而且告诉你，我的游戏大作很快就会完成了。游戏大作。那个地方的空气真的非常好，人也非常好，很利于我工作。
等到你的病好了之后，你记得来对桃园找我，可以把你的小伙伴们都带上。哎，这个是你老公，你还记得吗？啊？你的前夫已经离婚很久了。他是你老公前夫？对啊，你以前和他在一起呢。对，然后你突然就总在家里玩暴力，我们就那个没暴力，他赢不是暴力，人是说你不顾家，不再喜欢你了。金嗓子才是暴力。哦，对，他是哦，对，抱歉，对。哦，原来是这样，前夫你好。哎，你好。我在堆桃园一直在做游戏设计，那儿的人都非常的好，他们亲切的称呼我为鹅，因为我是柯鹅壳。哦，鹅柯啊。你知道我最近设计的游戏叫什么吗？不知道。感觉被老师点名。我的这款游戏叫神秘玩家。哇，神秘玩家。好呀，那我看你跟你的朋友在这儿待的也挺开心的，那我就放心了。行，我就先回堆桃园了啊，有空记得来看我，也记得吃哦。好，拜拜。拜拜，姐姐。拜拜。他的游戏叫《神秘玩家》是吧？对，神秘玩家。神秘玩家。你姐姐不是消失了吗？是啊，她突然出现了，然后给我送了礼物来。哎，不会是在我身后这个椅子后面吧？不可能。原来鹅就是科学家的姐姐科可，终于被我们找到了，他就躲在推桃园，现在我们就去抓他吧。他们5个就关在密室里。这是那个昨天那个人，把他们关到自己所在的监牢，这里面的每一件衣服上面都有和你们脑机接口能够产生共振的芯片。现在我们要在他们的记忆里找出那个至关重要的人。拿着枪。哎呦天哪！你别！我们可以报告悲剧。报告悲剧。监狱跑那个女的。哦，那个机器人啊。对。家庭式保姆机器人被拒。保姆机器人。对。悲剧是他们老大。我在堆桃园一直在做游戏设计，我的这款游戏叫《神秘玩家》。这2本书5体，冷血高校漫画家8弟。神秘玩家。把脑机接头安装在脑机接口上。这一期里，我们遇到了操控别人杀人的情形。虽然操控形式基于想象，但其实这种关系在现有法律体系内已经有制度规则了，这就是间接正犯。间接正犯是指行为人以自己的犯罪意图，利用无责任能力或者无犯罪意思的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利用无责任能力的人，比如指使一个6岁的小孩去偷手机，6岁是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利用无犯罪意思的人，比如医生将有毒的注射液交给护士去给病人注射，护士并不知情，这个时候被利用的人只是犯罪工具，两人之间不成立共同犯罪。间接正犯的法律责任是怎样的呢？一般来说，间接正犯应承担与直接正犯相同的刑事责任，这是基于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犯罪意图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期的故事仍然让我们继续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问题。
本期故事已经涉及到了婚姻自由、隐私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等。其实，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出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纠纷逐渐显化。人工智能对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利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挑战。具体到人权领域，人工智能也具备制造大规模的系统的算法歧视、权利侵害和人权损害的可能性，并且已经造成了复杂的法律问题。我们来举2个例子。当用户向聊天机器人提供敏感信息时，如果未得到适当的保护，使得敏感信息被泄露，这可能会损害用户的个人信息甚至隐私权。又如，当人工智能被用来审查社交媒体网站上的内容时，做出的不当审查判断可能会损害言论自由，而隐私和言论自由均受到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与法律的保护。与此同时，我国在数据保护、网络安全、不正当竞争以及电子商务方面的现有法律，同样可以继续适用于人工智能的治理。通过这一系列对人工智能行业的立法和规制，加强了透明度、准确度和可靠性，在整体上追求发展与安全，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并重，能够为现阶段的行业发展与人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所以我们只会被永远都困在这里了。我们现在得想方设法逃出去。什么情况？看起来像那个 B 组织的人。看来朋友们都到齐了呀。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赶在 B 组织找到鹅。就算你们知道了我的计划，你们也阻止不了 B 组织。所以我们早就在玩这个游戏了。小希逃过了诅咒，在推移正常的生活，为什么？他正常，他是个恐龙吗？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行动计划。就他就不上那个船了吗？就没那个悲惨的事件。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将发生不可预计的灾难。咱们可以控制他，否则所有人都会死啊！一场厮杀。又想起来了。悬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不多的成语假设的魔卦。黑云隐，雪雨滴，推针笼罩迷雾里，小阳神，烛火摇，挂着影子多一句。风声起，脚步急，慢小藏进烟烟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把银河像系统要解密这道题。隐藏着双重身份，谁充当卧底？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和推理团一起探索推真的秘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语的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参与节目话题讨论。新浪新闻、QQ 超级粉丝团、星办、星款、立立成传媒、碰星、星芒、X 先生、乌有岛晨间游戏体验馆。关注高能一辈子，你的超高能娱乐圈人脉。